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赵丽颖以2D 身份给大哥谢娜演唱会送粉色花篮。5月5日，谢娜成都演唱会现场，一个粉色的姻缘花篮悄然登上热搜。花篮以谢娜的姻缘色粉色为主，卡片上写着一行字：2D 赵丽颖祝大哥快乐万岁，我们的青春演唱会圆满成功。这个署名一经曝光，立刻引爆社交平台，网友纷纷直呼这声大哥喊了10年，还是那么甜。双引号，大哥与2D的称呼是2015年综艺《偶像来了》留下的经典记忆。彼时两人因频繁撞衫，被节目组调侃为金角大王与银角大王，从此便以兄弟相称。谢娜活泼外向，总在镜头前为慢热的赵丽颖解围。赵丽颖耿直务实，人称赵小刀，两人一个敢说，一个会接，形成了娱乐圈罕见的自然默契。如今10年过去，赵丽颖仍以2D 身份为谢娜站台，这份就衬落款的仪式感被粉丝称为跨越10年的默契暗号。更令人感叹的是时间奇妙的巧合，5月6日既是谢娜的生日，也是赵丽颖的出道日。每年这一天，这份来自时光的呼应变成了两人心照不宣的纪念日。赵丽颖选择在演唱会前夜送上花篮，既是给大哥的演出鼓劲，也是赶在0点前的祝福。比起流于表面的社交，这种藏在日期里的牵挂显然更有分量。自偶像来了至今，谢娜和赵丽颖身处各自不同的轨道，一个在主持与家庭之间切换，一个从小花拼成了大女主。但他们从未因忙碌而疏远，反而在对方的关键时刻默默出现。谢娜曾在产后复出时，赵丽颖第一时间送上鼓励。赵丽颖经历婚姻波折时，谢娜也始终是那个懂她不多问的人。这种亲密不需要刻意营业，也无需频繁同框，却在对方的每个重要节点稳稳站定。外界常说娱乐圈没有真朋友，但大哥2D的情谊用10年时间给出了反例。从节目里的撞衫姐妹到生活中的患难挚友，他们的关系并非靠流量维系，而是靠一次次的刚好出现和稳稳拖住。粉色花篮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姻缘物品，但它背后藏着的是两人用10年时间共同书写的友情范本，不必刻意维系，但永远彼此托底。在娱乐圈这个节奏飞快、关系更替如潮的地方，能把一段情谊稳稳走过10年，本身就已经是一件足够动人的事情。而当这段情谊的主角是赵丽颖与谢娜时，它就不只是温暖，更多了一层让人反复回味的真实与分量。说实话，当我看到那个粉色花篮上写着2D 赵丽颖祝大哥演唱会圆满成功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好甜，而是好准。准在哪？准在赵丽颖这个人，她从来就不是那种会做表面文章的人。她的表达总是简单直接，但偏偏就能击中人心。这一声2D没有一点点刻意，却比千言万语更有记忆点。很多观众对他们的印象还停留在偶像来了那个阶段，一个是永远能把气氛点燃的谢娜，一个是慢热却真实到不加修饰的赵丽颖。那时候的赵丽颖还没有后来大女主的光环，她甚至有点局促，有点不善表达。但也正因为这样，她的每一次回应，每一个小表情都显得格外真。而谢娜的存在就像是一种天然的保护壳，她会接话，会抛梗，会在关键时刻把镜头的压力悄悄接过去。这种关系并不是谁依附谁，而是一种刚刚好的互补，一个负责发光，一个负责让光不刺眼。10年之后再看这一切，你会发现真正厉害的不是他们当时有多合拍，而是这种合拍没有被时间冲淡。赵丽颖一路从小花走到今天，她经历了作品的高低起伏，也经历了人生的重要转折。
但她的底色没变，她依然是那个不爱多说，却会用行动表达的人。所以她没有发长文，没有铺陈情绪，她只是送了一个花篮，用一个10年前的称呼，把时间轻轻折叠了一下。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很赵丽颖，她不追求热闹，她更在意的是有没有被记住。更妙的是时间点的选择，5月5日的演唱会连着5月6日，一个是谢娜的生日，一个是赵丽颖的出道纪念日。这样的巧合，说是巧，其实更像是一种长期沉淀下来的默契。它不是随便挑一天，它是刚刚好的卡在那个节点上。这种细节才是真正让人动容的地方。从某种角度来说，赵丽颖这些年的变化，外界看得很清楚，她变得更从容了，更松弛了，也更有力量了。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她对待重要关系的方式，其实一直没有变。她不频繁互动，不刻意营业，但她会在关键时刻出现，而且出现的恰到好处。这一次的花篮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不昂贵，不复杂，甚至形式上非常传统，但它背后的情感却是长期有效的。这种长期有效的情感，在娱乐圈里是稀缺的。很多人喜欢用人间清醒来形容赵丽颖，我倒觉得她更像是人间稳定。她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也知道什么不需要被过度放大。她不会因为身份变化而调整对人的态度，也不会因为环境变化而丢掉最初的那份真。而这种稳定，恰恰就是她最打动人的地方。你会发现，她不只是一个能演戏的演员，她还是一个在关系里非常可靠的人。她不张扬，但她在；她不喧哗，但她一直都没有走远。所以，当外界还在讨论娱乐圈有没有真朋友的时候，这个粉色花篮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不是没有，而是很少有人愿意像赵丽颖这样，把一段关系认真对待这么久。说到底，这不只是一个关于友情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赵丽颖用她一贯的方式，再一次证明了一件事：真正动人的，从来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表达，而是那些看似轻描淡写，却从未缺席的存在。而这恰恰就是她身上最难得，也最有魅力的地方。王大发直言，赵丽颖是娱乐圈最有骨气的人，内娱女星无人能及。赵丽颖的名字近几年在娱乐圈里几乎成了硬糊2字的代名词。很多人只记得她当年靠花千骨爆红，却不太了解这背后她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从流量小花推向视后宝座的。2024年，她主演的《风吹半夏》让人眼前一亮。凭借许半夏这个角色，先后拿下第34届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和第32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2座奖杯几乎同时摆到了她的脚边。这已经是她第2次捧起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奖。第一次是在花千骨时期，那时大家更多看重她的流量；第2次则是凭实力稳稳收割，标志着她完成了从流量到演技派的彻底转型。电影方面的突破同样抢眼。张艺谋执导的第20条中，他饰演的聋哑母亲郝秀萍让观众看见了她的另一面。角色的细腻和情感的层次感让她拿到了第37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2024年底，赵丽颖又走向大银幕，主演乔妍的心事。在这部电影里，她不是单纯的甜美女星，而是一个在名利漩涡里纠结、充满冲突的复杂人物。与辛芷蕾的双生姐妹对戏，让人感受到她在戏路上的大胆尝试。紧接着2025年5月，在人间开播。剧里她要演绎多重人格，一人分饰数种性格。更让人惊讶的是，她不仅是女主，还首次以出品人的身份深度参与制作，直接把握了项目的方向。同年，她还加盟陈可辛的《酱园弄》。这部大制作汇聚了不少实力派演员，她的加入再次说明她在不断拓宽自己的艺术边界，不再满足于单一类型的角色。从拼命三娘到现在的掌控者，
赵丽颖的身份进阶可以说是质的飞跃。过去的她靠勤奋和坚持爬上台阶，现在则凭借奖项和出品人的话语权，主动挑选项目，决定合作方向。她的口碑也在悄然转变。曾经因为出身农村被质疑的声音，如今已被对她清醒、坚韧、稳扎稳打的正面评价所覆盖。2026年的观众眼里，她是内娱野蛮生长中最成功的案例之一。这一路的成绩不是偶然。面对名利的诱惑，她始终保持底线。在职业瓶颈期，她靠《风吹半夏》等作品一次次刷新自己。在舒适区之外，她主动拥抱电影和多重人格的挑战。现在的赵丽颖站在一座由奖杯和作品砌成的堡垒上，背后依旧没有太多靠山。她用自己的双手构筑的江山，让人看到一个85后女演员中最长寿、最多元、最有骨气的典范。在如今节奏越来越快、话题更新越来越短命的内娱环境里，能让观众持续记住的演员其实并不多。而赵丽颖恰恰是一个例外。她的存在很像一条缓慢却坚定流动的河，不喧哗，却始终在向更深、更远的地方延展。很多人提起她，第一反应仍停留在花千骨时期的爆红。那是一个流量至上的年代，她凭借角色一夜之间站上顶峰。但如果只把她定义为流量幸运儿，那显然低估了她之后10年的每一步选择。真正值得玩味的是她如何在热度最盛的时候，没有沉溺于舒适区，而是一次次主动脱皮。2024年的《风吹半夏》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许半夏这个角色并不讨巧，甚至带着棱角与野性。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赵丽颖完成了一次极具说服力的表达。她不是在演，而是在活。也正因为如此，第34届飞天奖与第32届金鹰奖几乎同时落袋。这不只是荣誉叠加，更像是一种行业共识。她已经不再需要流量证明自己。有意思的是，对比她第一次凭借《花千骨》拿下金鹰奖，那时更多是一种现象级认可，而这一次则更接近专业回归。这中间的跨度不只是时间，更是一个演员对自我路径的重新书写。如果说电视剧领域的稳扎稳打让她完成了证明，那么电影领域的突破则更像是一次主动的冒险。在第20条中，她饰演的聋哑母亲几乎剥离了所有外在光环，没有华丽台词，没有情绪宣泄，甚至连表达本身都被限制。但也正是在这种极简之中，她把人物的痛感一点点渗出来。这种克制是很多演员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随后，她在乔妍的心事里的表现则完全走向另一端，复杂、撕裂，甚至带着一点危险感。与辛芷蕾的对手戏不是简单的情绪对撞，而更像两种女性意识的镜像博弈。你能明显感觉到她在尝试打破观众对她既有的认知边界。再到2025年的《在人间》，多重人格的设定本身就极具挑战性，而她不仅完成了角色切换，还首次以出品人身份参与其中。这一步其实比演得好更值得关注，因为它意味着她开始从被选择的人变成做选择的人。很多演员一生都在等待好剧本，而她已经开始参与决定什么是好剧本。同年加盟《酱园弄》，则进一步说明她在电影版图中的位置正在被重新定义。与陈可辛这样的导演合作，不只是资源叠加，更是一种创作语境的升级。它不再局限于单一类型，而是在不断试探更宽的表达空间。回头看它的轨迹，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关键词：不依附。在一个高度依赖资源与背景的行业里，它几乎是用最传统也最笨的方式，一步步走到今天。拍戏、打磨、再拍戏，没有捷径，也没有所谓的天祥机会。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有人会用有骨气来形容他。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旧，但放在他身上却异常准确。他的骨气不是对抗世界的锋芒，而是一种对自我边界的坚持，
不轻易妥协，不随波逐流，也不急于证明。更重要的是，她始终保持一种难得的清醒。无论是面对名利，还是面对阶段性的瓶颈，她都没有做出过于激进的选择。相反，她更像一个耐心的布局者，把每一次转型都变成下一步的铺垫。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看赵丽颖，其实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一个演员，而是一个逐渐成型的创作者。她站在由作品和奖项构筑的高地上，但那并不是终点，而更像一个新的起点。在野蛮生长成为行业常态的今天，她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样本，不靠喧哗取胜，而靠时间沉淀；不靠标签定义，而靠角色说话。这样的路径也许不够热闹，但足够长久。赵丽颖早年就照曝光，从土气圆脸到红毯女王，这10年蜕变太惊艳。赵丽颖的早年模样和如今的红毯女王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翻阅那些旧照片，你几乎可以看到她从一个带着婴儿肥的甜美女孩，到今天气场全开的时尚女王的蜕变。这种鲜明的反差，不仅让人惊叹，也让我们不禁开始思考成长与变化的真正意义。她的早期照片里，赵丽颖有一张圆圆的脸庞，笑起来2个小梨窝格外明显，那种天然的甜美让她看起来像个邻家女孩，亲和力十足。照片里的她穿着普通的衣服，发型也没有精心打理，完全没有明星的光环。那时的她仿佛和身边的每个人一样普通、真实、自然，这样的形象反而让人觉得格外可爱。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女孩，却在娱乐圈一路拼搏，逐渐打破了外界的质疑。刚出道时，赵丽颖因为圆脸被一些人认为不适合这个行业，甚至有评论指出她的长相不够精致，可能会限制她的戏路。然而，她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默默地提升自己的演技。从最初的配角到后来成为主角，她用一个个作品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赵丽颖也开始注重身材管理。通过健身锻炼，她的体脂率逐渐降低，下颌线变得更加分明。那张圆润的脸庞也因为努力而变得更加有轮廓感。她的甜美中渐渐增添了力量感，这一切并不是靠外界的改变，而是自然的成长。每一次赵丽颖亮相红毯，总是光彩照人。她穿上高级定制的礼服，妆容精致的无可挑剔，任何一个细节都被精心雕琢。从优雅的纱裙到干练的西装，无论哪种风格，她都能游刃有余地驾驭。每一次的亮相，几乎都能引发热议，成为时尚话题的中心。可是，私下里的赵丽颖却与公众面前的形象截然不同。她常常素颜出现在片场，穿着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她可以蹲在路边吃煎饼果子，和群野们一起抢小龙虾。这些画面仿佛让人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朴素的赵丽颖。这种反差恰恰体现了她个性中的另一面。工作时，她全力以赴，而在生活中，她却是那么随性自然。有人曾批评她的素颜状态，指出她的皮肤问题或皱纹。然而赵丽颖从不回避这些批评，她坦言演员的本分是演好戏，而不是一味追求完美的形象。在拍摄作品时，她甚至会为了角色戴假牙、增重或者灰头土脸，完全不顾外界对她外貌的评价。她的蜕变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经历了岁月的打磨和作品的积淀。花千骨、楚乔传、风吹半夏等剧让她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实力才是她最大的底气。赵丽颖的时尚之路也是一次逆袭。刚入圈时，她被认为不适合大牌，不被看好，但如今她已经成为了各大品牌的宠儿，解锁了无数套高定礼服。这背后不仅仅是专业团队的努力，更是她气质的不断提升。短发造型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对她的固有印象，其而短发凸显了她的五官优势，让她的甜美中增添了一份干练。她撕掉了曾经的甜妹标签，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这种蜕变
意味着他不仅改变了外界对他的看法，也更坚定了自己在人生与事业中的定位。赵丽颖的成长过程引人关注，不是因为她刻意营造了一个完美的形象，而是她坦然面对自己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素颜出镜，还是在红毯上散发光彩，从邻家女孩到时尚女王，每一步的改变都真实而坚定。她的故事告诉我们，蜕变并非否定过去，而是让自己在成长中接纳每一个阶段。红毯上的光芒四射与私下里的随性自然，构成了完整的赵丽颖。她的反差并非矛盾，而是她人生多面性的自然展现。如果把时间拨回到那些略显青涩的旧照片里，你会发现，那时的赵丽颖真的就像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普通女孩，圆脸、梨窝，没有修饰的发型，还有一点点不够自信却格外真实的笑容。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明星滤镜的起点，才让她后来的一切显得更加动人。因为她的蜕变从来不是被包装出来的，而是一点一点活出来的。很多人习惯用逆袭来形容她，但如果你认真去看她走过的路，会发现那并不是一场戏剧化的翻盘，而更像是一种缓慢却坚定的生长。她没有跳跃式的飞升，没有捷径式的爆红之后一路顺风，而是在一次次不被看好中，硬生生把自己磨成了观众无法忽视的存在。早期因为圆脸不够高级的评价，他并没有急着反驳世界，而是选择用作品去回答。这种安静的倔强，其实比任何宣言都更有力量。再看他外形上的变化，其实也很有意思。那种从甜到飒的转变，并不是刻意迎合潮流，而更像是内在状态的自然外溢。脸型的轮廓变得清晰，气场逐渐打开，但你依然能在他的眼神里看到最初的那份纯粹。这一点很难得，因为很多人在成长中会丢掉自己，而他却是把自己一点点扩展了。他不是从 A 变成 B， 而是从 A 长成了更完整的 A。红毯上的赵丽颖确实已经是另一种存在。灯光打下来，她站在那里，不需要多余动作，就自带一种沉稳的吸引力。礼服、妆容、造型，每一个细节都精致的恰到好处，但真正让人移不开眼的，反而不是这些外在加分项，而是她那种不慌不忙的状态。那是一种经历过风浪之后的从容，不是刻意营造的气场，而是时间给她的底气。但如果你只停留在红毯这一面，其实会错过她最有魅力的部分。因为镜头之外的她，依然保留着那份接地气的生活感。素颜、简单穿搭，蹲在路边吃东西，和工作人员打成一片，这些画面看似随意，却恰恰说明她没有被明星身份困住。她很清楚，光环只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人生。这种清醒，在当下的娱乐环境里，反而显得格外珍贵。更值得一提的是她对演员这个身份的理解。很多人会在意镜头下的完美，但她却愿意为了角色主动变丑，戴假牙、增重、素颜，甚至刻意弱化个人光彩。这些选择看似简单，实际上需要极强的自我认同，因为只有真正不依赖外表的人，才敢这样做。她用行动在说一件事：演员的价值不在于你有多好看，而在于你能不能让角色成立。从花千骨的灵动，到楚乔传的坚韧，再到风吹半夏的复杂与力量，她一步步拓宽自己的边界。你会发现，她不再只是适合某一类角色的演员，而是逐渐拥有了可以承载不同人生的能力。这种变化不是短时间训练可以完成的，而是长期观察、体验和自我沉淀的结果。她的时尚之路其实也是同样的逻辑。最初不被看好，不被品牌青睐，到后来成为各大高定的常客，这中间的关键从来不是资源的突然倾斜，而是他整个人状态的升级。当一个人的气质足够稳定，表达足够清晰时，外界自然会重新定义你。短发造型就是一个典型的节点，那一刀剪下去的不只是头发，更像是剪掉了外界对他的单一想象。所以
当我们再回头看那些早年的旧照片时，其实不该只是感叹变化好大，而应该看到一种更深层的东西。他没有否定过去那个普通的自己，而是带着那个自己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他的甜美没有消失，他的真实也没有被覆盖，只是在时间里被重新组合，变成了更有层次的表达。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故事才会让人有共鸣。因为她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完美女王，而是一个从普通起点出发，通过坚持、选择和时间，慢慢走到更高位置的人。她让人相信，成长不是抛弃过去，而是接纳、修正，然后继续前行。赵丽颖的经验从来不只是外表的变化，而是她在每一个阶段都没有停止成为更好的自己。这种持续的、自我驱动的成长，比任何一次红毯亮相都更值得被记住。王一博2年献唱5·4主题曲，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正能力青年标杆。王一博已然连续2年站上央视5·4晚会舞台，倾情献唱主题曲，用温润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响属于新时代青年的青春赞歌。作为央视重磅打造的5·4青年节特别节目，晚会主题曲承载着致敬青春、传递理想、致敬奋斗的意义，能够连续2年获官方认可，担纲主题曲演唱，足见央视对王一博形象、口碑与正能量影响力的高度肯定。今年王一博献唱5·4晚会主题曲《未来我来》，旋律昂扬治愈，歌词满含奔赴远方、逐梦前行的少年意气。他清澈沉稳的声线，将青年不惧挑战、向阳生长、奔赴未来的初心与担当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铿锵，一腔一条皆热血。从荧幕角色到舞台献唱，王一博始终以踏实自律的姿态，诠释当代青年该有的模样。深耕影视，塑造多个正能量角色，立足舞台，用歌声传递青春信仰。连续2年扛起5·4主题曲演唱重任，不仅是个人实力的彰显，更是流量偶像正向价值的最好体现。在当下这个信息飞速流转、情绪极易被放大的时代，一首能够真正打动人心，又兼具时代气质的歌曲，其实并不常见。而王一博连续2年登上央视5·4晚会舞台，担纲主题曲演唱，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不仅仅是舞台表现优秀那么简单了，更像是一种被时代选择的结果。第一次听到他演唱《未来我来》的时候，很容易被一种不张扬却极具穿透力的情绪所包裹。那种感觉不是刻意的热血，也不是用力过猛的励志，而是一种从内而外自然流淌的坚定。王一博的声音一直以来都带着一种独特的克制感，温润但不软弱，清澈却不单薄。当这样的声线遇上5·4这样本就承载着理想与信念的主题时，反而产生了一种格外真实的化学反应。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是王一博？其实答案恰恰藏在他这些年的轨迹里。他不是那种一夜之间被推上神坛的偶像，而是一步一步在不同领域里反复打磨自己的人。从舞台到荧幕，从演员到职业赛车手，他的选择看似跳脱，实则始终围绕着一件事，认真对待每一次热爱。这种特质恰好与5·4精神中强调的奋斗实践、自我实现形成了某种隐秘的呼应。也正因为如此，当他站在5·4晚会的舞台上，不需要额外的修饰，他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种表达。未来我来这首歌其实并不复杂，但难点恰恰在于如何唱出信念感。很多歌手会把这种主题处理得过于宏大，甚至有些高高在上，但王一博选择了一种更贴近当代年轻人的方式，像是在讲述，而不是在宣告。他用一种略带内敛的表达，把我来这2个字唱得格外笃定，仿佛不是口号，而是一种已经做好准备的行动。这种处理方式很妙，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其实早已不再轻易被口号打动，他们更相信那些看起来不那么用力，却一直在坚持的人。而王一博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存在。他不太多解释，
也不热衷于用语言去证明什么，但无论是作品还是舞台，总能看到一种持续向上的力量。连续2年演唱5·4主题曲，其意义也在这里被进一步放大。这不仅是对他演唱能力的认可，更是一种关于形象的确认，一个能够代表青年气质，同时又具备公众影响力的艺人。换句话说，这是信任。而这种信任不是流量堆出来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回看这些年娱乐圈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偶像这个词的定义正在被重新书写。单纯依靠外形或人气，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长久的发展。观众开始在意一个人是否真的有内容、有态度、有持续输出价值的能力。在这样的语境下，王一博的路径显得格外清晰。他没有刻意去迎合所有人，而是选择把每一件事做到足够扎实。无论是影视作品中那些带有正向力量的角色，还是舞台上一次次稳定而真诚的演唱，他都在慢慢构建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体系。而5·4晚会恰好给了这种表达一个更广阔的出口。当镜头扫过舞台，当旋律缓缓铺开，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歌手在完成表演，更像是一个当代青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时代的提问。面对未来，你准备好了吗？王一博给出的答案很简单，我来。这2个字看似轻，却很重。它意味着承担，也意味着选择，意味着不退缩，也意味着愿意为未知付出代价。而当这样一种态度通过音乐被传递出来时，它就不再只是个人表达，而开始具有某种公共意义。也许正因为如此，很多观众在听完这首歌之后，会有一种微妙的共鸣，不是被煽动，而是被提醒，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安静但坚定地走向自己的方向。从这个角度来看，王一博这2年的5·4舞台，其实更像是一种陪伴式表达。他没有试图成为高高在上的榜样，而是以一种更接近同龄人的姿态，和观众一起去理解什么是青春，什么是未来。这种距离感的拿捏是很难得的。他既保留了偶像的光芒，又没有失去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真实连接。而这也许正是他能够持续获得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当我们再回头看连续2年献唱5·4主题曲这件事时，会发现它早已超越了一个简单的舞台记录。它更像是一种隐形的注解，关于一个年轻艺人如何在时代语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及他如何用行动慢慢让这个位置变得稳固而有意义。而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安心感，因为你知道它不会突然消失，也不会轻易偏离，它会一直在那里，用自己的方式把未来这件事一点点唱给你听。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